没错，本集帮你带来的就是 Galaxy Tab S7 F1 5G 完整评测。这是一款大尺寸萤幕的中阶平板。邦尼之前有说过，中阶平板更适合的是轻度生产力以及生活娱乐的使用族群。搭配上这次随附的 S Pen， 下放的 Samsung Dance 模式以及键盘皮套的体验究竟如何？一起来看看吧。依照惯例，还是带大家先来转移资料。这次的 Galaxy Tab S7 F1 同样支援 Smart Switch。如果你有旧的 Galaxy 平板或是 Galaxy 手机，你可以直接将 App、影片、图片、联络人、装置设定，通过无线连接的方式，直接转换到新的平板上。记得在转换时，要保持萤幕跟 Smart Switch 都是开启的状态，不要操作其他内容，避免断线。接着等候转换完成就好啦，不用进行额外的设定。顺带一提，如果你手上是新的 Galaxy 装置，你花了很多时间排好的资料夹以及系统设定也会一起过来，不用再重弄一次，蛮方便的。最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可以在平板上使用 Line 吗？再教大家一次，如果你有在平板上使用 Line 的需求，帮你推荐可以透过 APK 的方式安装 Line Lite 这个 App， 因为这款 App 没有在台湾的 Play 商店上架，大家需要选择信任的 APK 来源安装。登入时注意，特别注意，要点击以电子邮件或行动条码登入，不要点错喽。接着输入账号资讯或扫描 QR Code， 你就能在平板上使用手机的 LINE 账号啦。在外观设计上 ，Tab S7 F1 5G 整体来说，跟 Tab S7 Plus 的尺寸和设计都是比较接近的，邦尼这边就不花篇幅多说。两者最大的差别落在 Tab S7 F1 5G 的 S Pen 不具有低功耗蓝牙的远端遥控功能，所以不用充电就能使用。没错，其实 S Pen 的书写功能不需要充电就可以使用，需要充电的 S Pen 主要是为了远端遥控功能所设计。如此一来 ，Tab S7 F1 5G 机身采用整片金属背板的设计，在一体性上来得更好一些。不过这个区域同样可以吸附 S Pen。顺带一提，这支 S Pen 同样有4096节感压，除了可以吸附在背面外，同样可以在横向使用时暂时吸附在机身侧边。这次帮你实测的版本是 Galaxy Tab S7 F1 5G 的键盘套装组合，所以在盒装内除了 Tab S7 F1 5G 外，也直接随附了薄型键盘皮套。S Pen 这次还是随机附赠的，此外也提供了15瓦充电组。不过 Tab S7 F1 5G 最高支援闪电快充 2.0， 邦尼稍后也会提供差异，大家可以评估是否需要额外加购。机身配置上 ，Galaxy Tab S7 F1 5G 的卡槽放置在右侧，采用双面设计，一面可以插入 SIM 卡，除了支援 5G、4G 的 SIM 卡也可以相容，另一面则是可以插入 Micro SD 卡进行扩充。接着我们看到 S Pen， 这次一样是随附的，不用额外购买，可以吸附在背面或是暂时吸附在侧边。设计上跟 Tab S7 系列的 S Pen 一致，握持手感还不错，大小也比较适中。邦尼有说过了，这支 S Pen 不用充电，但在使用上一样，只要靠近萤幕就会有悬浮感应。按下 S Pen 上的按钮就可以启动快捷选单，在书写时一样有非常经典的模拟音效。邦尼到今天还是会特别开启这个音效来写字，爽感会更高一些。此外，如果写错了，只要按住按钮就可以快速擦掉写错的部分。此外 ，Galaxy Tab S7 F1 也加入了手写辨识的功能。简单来说，在设定中开启选项后，就可以直接透过 S Pen 在输入栏位直接写字。例如，可以直接在系统的搜寻列写出 YouTube， 找到 App。进入 YouTube 后，可以直接在搜寻列写下邦尼搜寻影片。没错，写中文也可以辨识。当然，也可以在通讯软体中直接写字回复讯息。在邦尼的测试中，大部分的 App 输入列都可以直接手写，例如 Chrome、Facebook、Messenger 都可以。不过中文字要写清楚一点，比较容易辨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手写辨识要等 App 载入完成后再写，要不然会有所延迟。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直接透过 S Pen 开启悬浮键盘。另外，这次 Galaxy Tab S7 F1 5G 也预载了 Clip Studio Paint 这款专业的绘图软体，并且提供6个月免费使用。如果只是要做笔记的朋友，直接打开三星自家好用的 Samsung Notes 就可以了。
首先，你可以开启同步，将你其他装置的 Samsung Notes 直接同步到平板上。当然，你在平板上的笔记也会自动同步到手机上。这次也有几个主要的功能更新。首先是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 PDF 加，直接开启 PDF 档案，并且直接在 PDF 上面做笔记。接着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Samsung Notes 功能，例如你可以开启语音同步笔记的功能，这功能大家务必学一下。有时候你在开会或上课做笔记时，可能会想把会议或课堂录音下来，回家就可以用笔记搭配录音一起来看。但你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知道这边的笔记究竟是在录音的几分几秒，所以语音同步笔记这功能就诞生啦。你只要在做笔记时，记住是做笔记的同时，点击右上角的书签，开启录音功能，接着系统就会一边录音，你一边笔记。等到会议或是课堂结束，点击上方的播放按钮，进入语音同步笔记的模式，你就可以直接点选笔记的地方，然后就能看到顶部的时间轴，会直接跳到写下笔记的当下。你不用去找它在几分几秒，所以你就能一边看笔记一边听录音啦。再也不会为了要看懂笔记找录音半天。同样的，在书写完成后，你一样可以将你手写的内容转成文字，并且在 Samsung Notes 当中，你可以直接用文字搜寻你手写的内容，例如搜寻邦尼，就能成功搜寻有手写邦尼的笔记。此外，也可以点选上方这个 A 的图示，重新调整笔记的色彩以及粗细。你甚至可以透过圈选工具选取内容后，直接缩放、移动位置。同样的，你可以新增标签，将笔记进行分类，让你更容易找到笔记。最后的最后，大家熟悉的 S Pen 功能也都有，包含悬浮翻译、智慧选取、快速截图等等。邦尼想拉出来说的是截取文字功能，有时候文字如果不能复制，就可以使用智慧选取。系统会直接辨识，就能复制图片中的文字。此外，你也可以透过智慧选取，将画面截取下来后钉选在萤幕上，接着透过拖拉放的使用方式，将图片快速插到你的 Word 当中。最后，你甚至可以透过智慧选取的功能来快速去背。整体来说 ，S Pen 在笔记上跟各种功能已经是三星深耕多年的成果，熟悉后是真的蛮好用的。接着邦尼想先带大家看的功能是 Samsung DeX， 这是一个可以在平板上把系统变成类似电脑操作界面的功能，更适合搭配上键盘组的使用情境。开启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在下拉的系统选单中点击 DeX 就能进入。细心的朋友一定发现了什么？没错，过往 Samsung DeX 这功能，三星大多锁定在旗舰机种才有，不过这次在 Galaxy Tab S7 FE 5G 上也能使用。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去年邦尼开箱的 Tab S6 Lite 在当时推出时就有告诉大家不支援 Samsung DeX， 不过在近期的更新后，也算是三星非常少数的案例，居然解锁了 Samsung DeX 的功能。手上有 Tab S6 Lite 的朋友也可以试试看咯。更值得一提的是 ，Galaxy Tab S7 FE 5G 也加入了第二萤幕的功能。简单来说，你可以直接把平板变成你 Windows 电脑的第二萤幕。你可以选择同步，让两个萤幕都显示一样的内容，或是更实用的选择延伸。搭配上立架，你马上拥有双萤幕，它不只是平板，也是你的第二萤幕。在邦尼的实测下，第二萤幕在使用时还是会稍微延迟，毕竟是无线传输嘛。不过如果是静态的使用环境，影响就比较小一些。也建议大家可以在设定时依照系统提示停用 WiFi， 如此一来就能将网络完整释放给萤幕的无线传输，进一步降低延迟。好，回到 Tab S7 FE 5G 的键盘，这次的薄型键盘采用吸附式的设计 ，S Pen 可以收纳在转轴处，也比较不会掉。但如果你想要，你一样可以吸附在背面的位置。此外，大家一定很好奇相容性，经过邦尼实测，这组键盘一样可以相容 Tab S7 Plus， 不过这组薄型键盘只有一段角度可以选择，并不能像 Tab S7 Plus 的书本式键盘可以自由调整。进入键盘模式时 ，S Pen 也会被挡住，所以有需要使用的朋友可以先拿出来吸附在侧边或是背面。最重要的是，眼尖的朋友应该也发现了，这次 Tab S7 FE 5G 的薄型键盘没有了触控板，所以这次键盘套组在开卖时，官方也会直接随附一款无线滑鼠。这款滑鼠是比较扁的设计，
手感中规中矩，不过按键的声音非常小，蛮适合在办公室使用。同时也拥有 RF 跟蓝牙2种接收模式，也可以使用在其他电脑上，搭配上键盘组。在进入了 DeX 模式后，你就可以像使用电脑一样，拉伸每一个视窗的大小，同时打开多个 App 等等。你一样可以这边 Ctrl+A 全选，接着 Ctrl+C 复制，最后 Ctrl+V 贴上，完成你的报告。当然 Type S7 FE 5G 的 Type-C 接孔支援 USB 3.2 Gen 1， 也可以直接读取行动硬碟，或是透过转接器连接更多装置。在 DeX 模式中，就像是使用熟悉的电脑界面操作平板内的 App。以简单的文书作业为例，你可以搭配上 Type S7 FE 5G 的大萤幕，左边开着浏览器，右边打开 Word 进行资料编辑。既然都说到了 Word， 帮你一样带大家来看，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Galaxy 平板输入体验又有什么变化。第一，目前在 DeX 模式下输入时，已经可以按下 Enter 直接完成输入好的文字，不用再按空白键。第二，在 DeX 模式中，输入的逗点以及句点都已经是全形的了，甚至大家常用的惊叹号也改为大家比较习惯的全形输入。不过别担心 ，#hashtag 这些符号都还是半形的。以上2点算是解决了大家长期以来的输入问题。第三个是目前还是没有解决的部分，就是还是没有自动修正的功能。举例来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电脑上输入时，输入法会自动修正顺序，这也是让你能够快速输入的最大原因之一。什么意思呢？以帮这个字为例，在电脑上你需要输入 on 2个字，但是不论你的输入顺序是 接着 on， 还是先 on 再输入 系统都会自动修正成 on 的排列。所以当你在快速输入时，就不会因为输入顺序错误而打不出文字。不过目前在行动装置输入法上还没有接上键盘后自动修正的逻辑，所以就需要依序输入 on 2个字。如果反过来就无法辨识了。邦尼还是蛮期待后续官方可以在输入法上带来更多最佳化的更新。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跛行键盘的手感还算不错。右上角的截图按钮按下后就可以快速截图，透过 FN 按键也可以直接透过功能列调整亮度、音量，进入或是退出 DeX 模式。这边也分享几个好用的快捷键，首先是 Command 加 T， 可以快速选取工具列上的 App。Command 加数字则是可以对应数字，快速启动下面这一排的 App。最后，如果你将键盘反至到背面，键盘也会自动停止，不会因此误触。顺带一提，如果你是在一般模式中用双手输入文字，邦尼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键盘模式的地方开启分割键盘的功能，会更方便平板这种大尺寸装置输入文字。而在剪辑上，一般的生活短影片，邦尼推荐大家使用三星内建的剪辑功能就可以了。使用方式也很简单，进入媒体浏览器后，先选好你想加入的素材，接着点击右下角更多，再点击建立，选择电影，就可以开启剪辑功能了。接下来你可以按住每一段素材排列顺序。如果你要针对这一小段素材进行修剪或是加上特效，你可以点一下素材，接着点选编辑，进入编辑选单，你可以剪下你想要的片段，或是在片段上加上文字、画画等等。这边邦尼一定要提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在影片上直接写字，并且让字动起来。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选择画笔，接着写上你想要的文字，然后开启选项中的直播功能，就可以让你写的文字在影片上动起来了。邦尼会推荐剪辑可以搭配 S Pen 使用，在使用上会更顺手。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加上贴图、滤镜。如果画面中有人物，你也可以帮画面上的人物瘦脸、调整眼睛大小、皮肤光滑度等等。而针对专业用户，好消息是 Premiere Rush 目前已经可以在 Play 商店下载到啦。同时 Galaxy Tab S7 FE 5G 也支援三星跨装置同步的功能，例如你可以在相簿中
开启 OneDrive 同步功能，就可以在所有装置上同步你所有装置的影片、照片。接着是在下拉选单中开启跨装置接续通话功能。打开后，当你手机有来电时，你就可以在平板上直接接听你手机的电话。所以同理，如果你的 Galaxy 手表也有开启这功能，你就可以直接选择在手机、平板还是手表上讲电话。如果讲到一半，你想切换也非常简单，直接点击画面上的切换按钮，你就可以快速的把通话从平板切到手机上啦。最棒的是，简讯也会自动同步，这功能真的很实用。例如你在平板上需要输入验证码，但你的手机刚好不在身边，你不用站起来，不用找手机，平板会直接同步手机上的简讯通知，对收验证码来说非常方便。然后还是那句话，跨装置接续通话的功能，只要手机跟平板都有连上网路，不论两台装置距离有多远都可以使用，是邦尼自己非常爱用的功能。而如果你使用的是 Galaxy Buds Pro， 当你从手机切换到平板看影片时，你不用特别切换蓝牙连接的装置，你在手机上播放，耳机就会连手机；在平板上看影片，耳机就会自动切换到平板。最后有一个蛮特别的功能，就是无线键盘分享。你可以在平板设定好键盘分享后，透过平板的键盘在其他装置，例如手机上打字。不过目前邦尼还没有想到比较好用的使用情境就是了。最后是相机部分，后置采用单颗800万主镜头的配置，不过整体来说就是堪用的表现。前置镜头是500万画素，针对近期主要的视讯会议来说足够使用，放置在中间的位置也比较不会有眼神乱飘的问题。不过脖型的立架只有一个角度，视讯会有一种仰望的感觉，在意下巴的朋友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此外 Tab S7 FE 5G 拥有同样定位比较少见的3个麦克风设计，对于收音来说也会更好一些。而在影音娱乐上 ，Galaxy Tab S7 FE 5G 采用了一块跟 Tab S7 Plus 一样大的12.4寸萤幕，不过在萤幕技术上是 TFT LCD， 不是 Super AMOLED， 解析度达到 2K 标准的 WQXGA， 户外亮度可达600尼特。整体来说，这块萤幕在细腻度上表现还不错，在显色上相较起 Tab S6 Lite 也有蛮大的提升。以 LCD 萤幕的表现来说，这块萤幕整体表现真的算是非常不错。不过没有120赫兹会是有些可惜的地方，但对日常的影音娱乐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不过在动态对比上，毕竟就是 LCD 萤幕，当然就跟 AMOLED 还是有差异。可以启用 YouTube HDR 串流，不过不支援 Netflix HDR 串流。整体来说，如果是单纯轻度办公、看 YouTube 或是追电视剧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但如果是追求最好的影音体验 ，Tab S7 Plus 那块好萤幕已经在那里了，纯净的动态对比绝对值得你感受一下。而在音效上 ，Galaxy Tab S7 FE 5G 搭载了 AKG 调教的双声道扬声器，并且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邦尼也直接提供跟 Tab S6 Lite 的外放对比，供大家参考。而在性能测试上，邦尼手上的 Galaxy Tab S7 FE 5G 搭载 Qualcomm Snapdragon 750G， 搭配 4GB RAM 以及 64GB ROM， 在规格上还是中阶定位。邦尼自己会期待更大的 RAM 或是更多的储存空间，不过有保留 microSD 卡的扩充选项。跑分测试可以参考以下表格。整体来说，在日常使用上 ，Snapdragon 750G 不会有太大问题，顺用即可。如果是游戏玩家，预算充足的话，邦尼会推荐直上 Tab S7 Plus 或是 Tab S7 Plus 5G。而在续航力部分 ，Galaxy Tab S7 FE 5G 真的可以说是真电力怪兽。Snapdragon 750G 搭配上1090毫安时超大电池，在邦尼新版的续航力测试中拿下了12小时2分钟，日常使用1天1充完全没问题。而若是以旧版标准来看，就是刷新排行榜的25小时32分。750G 搭配上破万的电池，续航力不用担心。
在充电部分 ，Galaxy Tab S7 FE 5G 最高支援闪电快充 2.0， 不过随附的充电组只有15瓦、25瓦或是45瓦的充电器需要额外加购。而分辨快充是否成功启用的方式也很简单，15瓦就是闪电快充，25瓦就是超快速充电，45瓦就是超快速充电 2.0 啦。邦尼也提供差异供大家参考。在邦尼的实测下，25瓦1个小时可以充满 59%，1小时58分就能充满。别忘了，这是一颗1090毫安时的电池，整体表现还算不错。而45瓦同样是达到1小时 58%， 完整充满的时间快了一点，花费1小时53分。不过15瓦就要比较长的时间了，1小时充满 35%， 完整充满耗时2小时59分。整体来说，25瓦有明显提升，45瓦跟过往结果一致，整体来看会快上一些，但差异有限。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平板如果没有外出需求，放着慢慢充也是可以。大家可以依照需求选择是否要上25瓦或45瓦的快充咯。生物安全辨识上只支援脸部辨识，前镜头一样放置在侧边的置中位置，符合平板横向使用的情境。不过邦尼自己会期待可以加入指纹辨识。而在通讯上 ，Tab S7 FE 5G 当然就是支援 5G， 插上 SIM 卡后就可以直接在外联网。当然，如果暂时不需要在外联网的朋友，也可以直接连接手机上的 WiFi 分享，或是家中的 WiFi 也没问题。整体来说 ，Galaxy Tab S7 FE 5G 几乎继承了所有 Galaxy 平板上的重点功能，包含了好用且随附的 S Pen 及 Samsung Notes， 可以外接键盘的设计，也下放了类似电脑操作界面的 Samsung DeX， 也同时更新了耳机自动切换，将平板变成第二萤幕，以及跨装置接续通话等等好用功能，在完整性上还是非常不错，几乎可以覆盖轻度办公以及日常使用的所有情境。不过 Tab S7 FE 5G 在性能上还是中阶定位，如果有更高的效能需求或是预算足够的话，邦尼会推荐或许直上 Tab S7 Plus 5G 或是 Tab S7 Plus 也会是不错的选择。毕竟 Tab S7 Plus 那块萤幕依旧是平板中非常不错的一块顶级萤幕，如果是追求极致影音体验的朋友，可以等疫情趋缓后现场体验感受一下。不过老实说，如果只是轻度的文书需求，这次搭载 Snapdragon 750G 的 Tab S7 FE 5G 在 DeX 模式中编辑文字是没有太大问题，也还算稳定顺畅，大家可以依照预算跟需求选择。如果想了解更多 Galaxy 平板的使用技巧，也请大家参考邦尼先前推出的 Tab S6、Tab S6 Lite、Tab S7 5G 系列评测。如果还有更多问题或是邦尼没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